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苹果别直接吃了，今天分享个苹果你意想不到的做法，不揉面不擀皮，出锅皮薄馅大，外酥里嫩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孩子天天点名要吃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苹果和2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苹果，把洗净后的苹果放到面板上，用水果刀像我这样把苹果皮削掉。虽然苹果皮的营养比果肉的营养还要丰富，但是苹果皮口感酸涩，留着非常影响口感。去皮后再把苹果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一分为4，再取一小块苹果，然后用刀把中间的苹果核去掉，苹果核有微毒，一定要给它去除干净。去核后再把苹果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苹果丁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起锅烧热，放入30克黄油，开大火把黄油炒至融化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这样可以加速黄油的融化。黄油融化后再倒入苹果丁，再加入5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然后用铲子翻炒均匀。这时候呢，用小火慢慢翻炒，把苹果的水分炒出来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让苹果受热均匀，给它翻炒3-4分钟。苹果的汤汁全部炒出来以后，再开大火收一下汤汁，这时候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炒糊了。汤汁快炒干的时候，再倒入1大勺水淀粉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再翻炒1分钟，翻炒成这样浓稠状就可以了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放凉备用。接着准备2块钱的馄饨皮，取一张馄饨皮平铺到案板上，然后舀1勺的苹果馅把它放到馄饨皮上，馄饨皮4个边都给它抹上一层清水，起到粘合的作用。然后对角对折过来，把封口处捏紧实了，防止馅料漏出来。包好后，就用叉子像我这样在边缘处按压一下，给它压出花边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好看，而且呢还可以防止露馅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剩下的馅料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成这样的生胚。包好后依次放在案板上，全部做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打入小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边倒入30克左右的面包糠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取一个生胚，把它放入鸡蛋液的碗中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鸡蛋液。裹好鸡蛋液以后，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入面包糠的盘中，再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面包糠。整个表面呢都给它裹上面包糠，给它在面包糠里滚上几圈，然后再把它取出来，用手按压一下，让面包糠粘得更加牢固。像这样就可以，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，先给它裹上一层鸡蛋液，再裹上面包糠，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入盘中。全部做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
放一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转中小火，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。刚放进来的时候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炸1分钟，把表面的面包糠炸至定型。中途可以像我这样晃动一下锅，让它受热均匀。1分钟后用铲子翻一下面，炸至定型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炸糊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炸至表皮金黄酥脆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我这里一共炸了5分钟，用6勺控油捞出，放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苹果派就做好了。刚出锅的时候，表皮金黄酥脆，光看着就超有食欲呢。我这次用了小妙招哦，用馄饨皮代替饼皮，一下子就省去了揉面、擀皮的繁琐步骤，省时又省力，而且呀，外面还裹了一层面包糠，吃起来呢，那叫一个香。重点来咯，这饼皮酥得掉渣，一咬簌簌响，而里面的馅料呢，鲜嫩多汁，和酥脆的外皮搭配在一起，每一口都超满足，比在外面买的苹果派还要简单好吃。苹果这样做可以用来当早餐或者是下午茶点心，都很不错，搭配牛奶豆浆粥或者是一杯咖啡，简直是太满足了，而且做法超简单，几分钟就可以出锅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